全新品牌，专注主流家庭市场的全新品牌乐道 L60。好，各位买好，我是抖买买，代号为阿尔卑斯的未来第二品牌乐道正式亮相。那面向家庭用户，主打性价比，第一款车呢叫 L60。对比的车型呢是特斯拉的 Model Y， 产品力上呢要求全面碾压，价格呢要求做到更低，而且呢也能使用未来的换电站。乐道在交付的时候，全国就有1000座换电站可用，主要的高速呢也都覆盖了，让你的长途出行无忧。乐道品牌呢主打一个阖家欢乐，持家有道，意思呢就是全家人的重要成长过程都有这台车的陪伴。同时呢，持家有道的意思就是追求这个车的性价比。与未来的天际线主题不同，未来的主要视觉全部都是道路，主要的颜色呢也是温暖而且明亮。本期视频呢，买汇总了所有的已知信息，结合我对乐道 L60 的拍摄，带你全面了解乐道 L60。价格我猜想一下，现在 Model Y 的价格是24.99万，我觉得乐道有可能会便宜3万块钱，也就是21.99万啊，只是猜测啊，各位朋友们，这还是买断电池的价格。你们都知道未来是有 Bus 的，那预计呢 Bus 也会在乐道上去上线，那上线之后呢，显然这个车的价格会更低，这个市场呢就会变得非常有趣、非常广阔。如果未来30万以上的纯电市场就可以形成统治力的话，那乐道这一次呢，在20万甚至说在10几万以上的纯电市场还是能换电的，整个能接受的用户群体会很广阔。未来呢，达到50万台车花了将近6年的时间，那我觉得乐道卖50万台车可能只需要1到2年的时间就够了吧。生产制造，乐道 L60 也是在未来的第2先进制造基地生产的，未来呢已经获得了独立造车的资质。乐道 L60 呢将会和未来的车辆进行贡献生产，而且因为有资质了， L60 的尾标呢就写的是乐道。安全性，那未来过去的每一款车型都是全球研发的车型，都是在中国、在欧洲销售，甚至他们还会做了在美国销售的一些计划。所以呢，他们的碰撞测试都是5星的，不仅是中国中保研拿5星，欧洲 Euro NCAP 也是一个5星的成绩啊。乐道也是一样，这也是一个全球车型，在研发的时候就考虑到全球市场，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虽然因为车辆还没有开始大面积交付是没有碰撞成绩的，但是未来做东西安全性是可以保证的。聊3电，纯电，乐道是全域的900伏，有些品牌还在玩800伏甚至在玩假800伏，什么500多伏也称自己是800伏，对吧？乐道这一次直接就上900伏了。本质上呢，900伏还是产业链向前推进，以及可以降低一些线缆的使用成本。电池续航方面呢，小的电池呢是60度电池，续航呢是比 Model Y 当前554公里的 CLTC 续航是要多的。大电池呢应该也会超过 Model Y 的688公里的续航，因为呢支持换电。日常呢其实你买乐道 L60 60度电池就足够了，等你需要长途出行的时候，换电站临时租一块更大的电池，按日付费即可。这就要比特斯拉灵活太多了。特斯拉你必须在买车的时候决定你到底是要大电池还是要小电池，哪怕你城市通勤为主，那因为你有长途的需求，你被迫买了一块大电池，你一辈子都要去背着那块大电池。哪怕有些同学因为他长途跑得多，因为他囊中羞涩而买了小电池，那这一辈子每一次跑长途的时候都要多充几次电。而乐道的换电技术给了你无与伦比的灵活性，只要买小电池就够了。加速单电机呢 ，Model Y 的后续版本是 5.9 秒。那本次去拍摄呢，我还看到了一款 AWD 的车型，也就是双电机版本，那加速呢应该是可以做到4秒级别的。
外观方面，乐道 L60 有一个自信而且充满张力的外观啊，车轮呢是拉到整个四角的，提升了整个车内的空间，而且车尾部是进行了加宽的设计的，给了你的力量感和视觉感。L60 的线条呢，其实跟蔚来一样是纯粹而且流畅的，尾部呢出现的那一展腰线，我觉得力量感十分十足。有人说这个少得像轿车，笑话啊！你看看这个侧面，这叫轿车吗？前日间行车灯和尾灯勾勒出了2条向上攀升的这样一个线条，这个灯叫蒸蒸日上灯，越来越好灯，你看多么的接地气啊！然后呢 ，L60 还具备了无框后视镜、一体式的扰流尾翼。量产的 SUV 中，风阻系数乐道 L60 竟然做到了最低 CD 0.229。作为对比的 Model Y 是 0.236， 看到没有？乐道在每一个方面都竭尽全力的去超越 Model Y， 把风阻系数降低，对于续航是有很大帮助的。尺寸方面，整个车长4828毫米，车宽1930毫米，车高1616毫米，轴距达到了惊人的2950毫米啊！得益于原创设计，车辆有着超大的轴距，2排膝部空间是 Model Y 的3倍。后排呢，你再也不用去坐小板凳了，而且呢，乐道破天荒的给了后排座椅电动调节呀，后排座椅靠背的角度竟然是可以电动调节的，夸张吧？这真的是一个越级的享受了。空间方面，乐道 L60 做了巨大的后备箱空间，2个28寸箱子，2个24寸箱子，1个20寸的箱子都放得下，哪怕你5个人去跨国旅行都用不到这么多行李吧？全家出行，1人1箱，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我的箱子呢？这一次呢 ，L60 依然没有给前备箱，还是选择把整个车内的空间尽可能的给车内啊。乐道 L60 在后排腿伸直的情况下，你前排的腿也能伸直。你可以对比一下有前备箱的 Model Y 啊，它们之间的腿部空间的差异。有的人会说没有前备箱等于没技术，我觉得这属于畜牧业发展的好。蔚来 ET9 就有前备箱啊，因为那车长5.3米，前备箱不会影响到副驾驶的腿部空间。乐道是一个4.8米的车，它就把前备箱为了腿部空间更大，把它取消掉了。这只是一个产品设计上的取舍，无关乎技术的好坏。为了一个低频次而且开关容易脏手的前备箱，不如去保证每一个乘客坐的都舒服，腿都可以尽力的伸展。这是取舍，而不是谁技术好谁技术差。那好开哦，乐道这么大的一台车，对吧？它的转弯直径是10.8米。而对比一下 Model Y 的转弯直径是11.5米，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10.8米的转弯直径大概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台 Mini Cooper 的尺寸，所以这也是蔚来长期在做自研，对于车、对于底盘有很深的功力。等到他追求实用去做乐道的时候，他就可以很轻松的给乐道一个巨大的转向角度，直接就把车的转向直径给它缩小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相对这样一台4.8米的车，你的转弯、你的掉头都比 Model Y 更容易。那悬架前轮是麦弗逊，后轮是多点杆，对，是麦弗逊。我知道很多人会有微词，对吧？但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根筷子麦弗逊，而是宝马 X3 那样的双球节麦弗逊，它兼顾了成本以及车内的空间。同时呢，双球节的麦弗逊对于轮子的束缚虽然不如双叉臂，但是比筷子的麦弗逊要好很多。我这样说这些没有用，等到试驾的时候你们去试。而且呢，整台车是标配了 FSD 的可变阻尼的。你觉得一些车型它的后排颠倒飞起，那最大冲击力度乐道相比那些车型可以降低41%啊！你再也不用自我安慰自己说啊，我买的这台车是一个运动型的车型，所以它颠一点是应该的，对吧？会表达。同样运动型操作好的车一样可以后排舒服。你去试驾乐道 L60 的时候，一定要重点的去试一试，包括试一试它的后排，好吗？蔚来常年自研，然后把技术给积累好了，到乐道来做车就做得非常简单。定义这个产品的时候也变得非常容易，造出来的东西也好。打开车门，车呢是蔚来同款的隐藏式的电动门把手，手触碰门把手的内侧，车辆会电容式的弹开，就你手往上一放，这个车门就开了，颇具仪式感。这个是蔚来饱受好评的功能啊，直接也在乐道上可以使用了。车呢前后的车窗同样使用了双层的玻璃，为了 NOH 的考虑，那整个这一套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对吧？座舱内提供了17.2寸的3K 视网膜屏幕，是一个横屏，这块屏幕特别大，大概是 Y 的125%的尺寸吧，而且屏幕的素质很好 ，P3 的色域，10比特色深，1200尼特的峰值亮度，看到了吧？车规级对于消费级的吊打啊！我的 XDR 苹果的 XDR 显示器不过如此啊，而且超窄边框5.35毫米，整个屏占比达到了91.5%，这是在车规级屏幕中是一块又大、显示素质又高的屏幕了。乐道 L60 没有准备仪表盘，但是标配了 HUD， 你不用像 Model Y 那样自己改装，改装完之后你也不知道碰撞结果怎么样，生怕一个碰撞拍脸上，对吧？后排呢同样提供了8英寸的娱乐控制屏幕，前面有大屏幕，后面有小屏幕，车机驾驶的时候有一个 HUD， 方向盘呢是一个半椭圆形的设计，在辅助驾驶的时候也不会遮挡你 HUD 的视线，整个这一套设计非常的成熟啊，整个就对于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车，乐道想得非常清楚。然后座舱使用了连续环抱式的设计，搭载了乐道自研的舒适型座椅骨架，前排是2张单人的大沙发，后排是一张3人的连体沙发。乐道在空间上的感受已经无敌了，不管你是要单人床还是要双人床，甚至你要一个3人沙发床，整个灵活可变的布局它都能实现。我知道有一些同学喜欢出门的时候，对吧，把整个后排座椅翻倒下来，铺一张床垫在这睡觉，在乐道上可以充分的满足了你这样的需求。那座椅呢，本次没有开放拍摄，但是让我去体验了，摸上去那个表层极为柔软，非常符合大众对于软座椅的要求。头部呢空间很好，现场190公分高的媒体老师也不会顶头，源自于蔚来饱受好评的光谱式的氛围灯，这比弄一个 LED 灯带露在外面要优雅高级多了吧？乐道 L60 也都有了，而且座舱中所有包覆的地方虽然不能像蔚来那样给你使用纳帕这样真皮包裹，但是车内15平方的包覆的材料也都通过了 OEKO Tex 100最高级别的认证，也是行业中唯一的母婴级别材质，就是在造车在全家人的用车方面用料你不用担心蔚来，不用担心乐道。
省电对于大众车型来说，省电非常重要。官方给的是12.1千瓦时每100公里的能耗，行业真的是领先的。作为一个对比 ，Model Y 的数据是12.5千瓦时每100公里。但你要想啊 ，Model Y 它尽可能毛坯不对，是它尽可能的内饰精简，让车年轻。乐道是给你一个舒适、正常而温馨的车，而且还是能换电的车型。乐道就可以做到比 Model Y 更低的电耗了。你还在说未来，说乐道没有技术吗？那智能驾驶方面呢？本次标配了30个高性能的感知硬件，一颗4D 毫米波成像雷达，最远的探测距离达到了370米，7个8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这个跟未来的参数是一样的。跟 Model Y 去比就没有意思了 ，Model Y 是好多年前的架构了，对吧？4个3660度的摄像头，勒克斯的照度也能保障你看得清外面。而且得益于未来在智能驾驶技术上的积累，乐道交车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城市的 NOA， 就可以使用高速的 NOA。你都买乐道了，你肯定是用未来的超强补能体系，对吧？充电桩方面，特斯拉 V3 的充电功率250千瓦，至今已经不太够看了。整个未来部署了车企中最多的充电桩，而且很多充电桩都是干在换电站边上500千瓦的超高速充电桩。包括乐道在内啊，整个市场上充电速度很卷，非常卷。厂商们说起来都是15分钟400公里、500公里之类的，但是这是一个宣传值，实际上别的厂商不会告诉你，比较难以达到，因为呢。达到这个数字，你需要你电池的电量很低，因为电池电量很低才能有高的速度，对不对？需要电池的温度合适，如果温度高了、温度低了，都达不到这么快的充电速度。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达到这个速度需要充电桩不分流，但实际上因为经济性的问题，充电桩功率都会是好几根桩去共享的。越是到节假日充电车越多的时候，充电桩的功率越是达不到所谓的15分钟300公里、400公里、500公里。所以，唯一能去媲美加油的补能方式，只有换电。乐道也是可以换电的，3分钟就可以满电出发，跟油车一样的体验，不用下车，不用沟通，自动换电，自动结算，甚至如果你需要发票的话，手机 app 点一点就好了。哪怕去排队，一台车等3分钟，等几个人是确定的，你不用担心别人插队，不用担心跟别人抢桩，不用担心你上个厕所位置就没了，甚至也不用担心下车跟人去拔河抢充电桩，对吧？要不是身强体壮的，都不敢跟别人充电了。换电就是如此的优雅，大冬天的你也不用下车，不用感受寒风刺骨，不用感受夏天的炎炎高温，你只要坐在车里等待就好了。这种补能的优势实在是远远超过任何超充的。乐道出生就有1000座换电站，今年年底可能又再加1000座换电站了，而且交车的时候高速公路网的换电站基本上就是可以用的，这个体验乐道就是生而成熟。有人说你换电站总有建设不到的地方吧？你说的没错，比如说你要去新疆、去西藏、去西部那些人口不太多的城市，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换电站确实没有那么多，但是未来建设了充电桩，未来也好，乐道也罢，都是能够充电的，可以充电，可以换电，可以升级电池，建设了车企最多的充电桩，这就是最无敌的补能。目前只有2个品牌可以说自己加电比加油更方便，一个是乐道，另一个就是蔚来。好了，聊了这么多乐道的 L60， 我知道车到大家手上试驾还需要有一点时间，并且呢，这是一个新品牌，所以就多聊2句乐道跟蔚来的区别吧。什么是乐道？在我的理解来看，就是未来的设计、未来的品质、未来的补能，然后比特斯拉更低的能耗，比特斯拉更低的价格。乐道和蔚来有啥区别？就有点像大众和奥迪的区别，或者说大众跟保时捷的区别。可能蔚来的定位比奥迪要高一点，比保时捷要略微低一点。高端品牌呢，其实要追求的东西也很多，除了产品本身要有足够强的科技含量之外，你还有足够好的物理参数，你还需要关注人，还需要关注整个用户全生命周期的体验，还需要在产品之外多一些关乎精神内涵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来，你能看到蔚来做了周边一大片，有人说不务正业，对吧？这其实就是高端品牌塑造所必须要做的。但你也能看到蔚来品牌一直在坚持自研，蔚来的巨额亏损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蔚来的巨额自研。蔚来一直在坚持做领先的研发，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第一个搞出来家用车换电，第一个把
国产车纯电车卖到50万以上，第一个把高端纯电车国产车卖到50万台，所有的车型都标配了双电机，对吧？现在所有的车型都是4颗 Orin X 芯片，量产车中最早把激光雷达顶在车头上，围绕车的体验，未来做了无数的创造，包括 Neo House， 对吧？这样的卖车方式都是未来在先搞的。至今很多品牌他们只能去抄一个外形，但学不到未来的精神。前瞻富有挑战性的东西的创造验证，必须要在高端品牌去做。个性化的东西你也能在未来上看得非常多。你看未来品牌支持丰富的外观选装、丰富的内饰选装、各种各样的定制，甚至细节上一个按钮的颜色都会跟着你的内饰一起去变化，充分展现个性，这都是需要钱的。未来之前曾经说过什么2代工厂可以同时生产300多万种配置，这种个性化其实是高端品牌所要去追求的，这些东西都会让车变贵。但是呢，高端品牌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毛利，必须要去做的。但是如果你的车一旦到了大众市场就不一样了，大众市场讲究的是性价比，参数当然很重要，必须要领先。然后就是极致的成本节约，成本节约不是偷工减料。比如说乐道就会相比于未来减少大量配置的灵活性，减少外观，减少内饰的配色，减少更多的配置选择，更多的使用通用零件，这些都是降本的好方法。而且呢，高端市场跟大众市场的打法也不一样，高端市场未来就是坚持双电机，就是坚持高性能，哪怕续航低一点也没问题。这就像你买了一台宝马7系，你让它跟卡罗拉一样省油，这事儿是不对的。但是大众市场要求的东西，车是皮实、耐用、舒适、好开、省电、省油，对不对？乐道的就是这样的追求，乐道也很清楚，那他直接就拿行业中最好的能耗来比，拿 Model Y 来比，他就是要比 Model Y 的能耗还低。但是 Model Y 这样做的时候是有代价的，比如说 Model Y 的内饰很简单， Model Y 的乘坐体验不够好，那乐道就通过技术突破，既有优势，既有舒适，既有大空间，既有好看的内饰，还要做到省电，这就是未来技术下放的结果。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未来这个高端品牌在前面顶着先探路，乐道就做不到的。补能体系也是一样啊，未来让大家认可了纯电的下一台是能换电的纯电，未来在充电桩对面建了一堆换电站，让充电的客户看着未来换电一台一台走，自己还在充电，让他们知道我今天买了一台纯电车，我下一台一定要买换电的车。现在带着全国1000座换电站，这种能力出生就给到乐道，让乐道才好打呀。就连工厂未来当年使用的江淮资质，今年把资质也生产下来了，对吧？乐道就在未来的第2型型制造基地去制造，拿着未来的品质来造乐道，这种东西都是一个高端品牌能力上跟一个大众品牌进行共用共通的结果，这其实是车企效率提升的体现。还有呢，未来这些年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老车主们吧。这一次乐道发布50万老车主们反而感到很高兴啊，他们甚至会愿意像介绍给身边那些暂时不能买未来的朋友们，让他们去试试乐道。因为未来车主们相信换电站越来越多，乐道进来换电并不会影响未来车主的换电体验，因为本质上是要用发展来解决分配问题，而不是在一个小池子中互相抢。这也是先有高端品牌再往下打，就会很容易的好处。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反过来，先有乐道再有未来，这个战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吗？当年特斯拉 Model 3卖40多万的时候，网友们认为未来的对手是特斯拉。随着特斯拉回归到它真实该有的价格，一些聪明的用户就不再这么去对标了。现在简单了，你就拿乐道去跟特斯拉对比，这就是一个完全可以对标的品牌。乐道就可以对标特斯拉，长期稳定的销量，看一看乐道 L60 到底能抢特斯拉 Model Y 多少的销量。我觉得在当前阶段，如果能抢到1半以上，我觉得这个牌子就赢了。不仅仅说是品牌获胜了，也是消费者对于国产产品的认知上的获胜啊。因为客观上来说，特斯拉是美国的品牌，它就是存在一定的光环的。对，这个话大家能接受吧？但是国产品牌这些年来就是越来越好的，但是需要一定的思想转变时机，尤其是在3、4线城市，在一些更下沉的市场，我希望看到乐道赢，我希望看到国产品牌赢，我希望看到 L60 能有一天超过 Model Y， 但它可能不是刚上市的时候就超过，好吗？我心中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期待的。那乐道大卖之后呢，也会更加容易的让未来品牌继续向上。我们可以看到 ET9 未来已经可以淡定的去发布80万的车了。我猜测呢，以后整个未来品牌的车价会越来越贵，因为有了乐道这个现金奶牛之后呢，未来品牌也会越来越走少有人走的路，把自己的品牌继续往上走，把它走上去。中国高端品牌需要未来，中国的大众品牌需要乐道。当然了，说了这么多，也有一些我的担忧啊。说实话，我最大的担忧是乐道交不出来车。
中国的市场呢很卷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希望今天下单，最好本周提车，但是未来的习惯呢一直都打磨好再交付，这与这个时代简直是格格不入啊！乐道也是一样啊，今天你们看到这么好的产品发布出来，等于这就是一个 benchmark， 对吧？能交，而且呢要形成优势的一波一波的交车，一浪一浪的交车，这点很重要啊！未来在 ET7、ET5 上吃过的亏，也请乐道 L60不要重复吧。好了，以上就是懂买买关于乐道 L60，我个人觉得做的一个比较丰富、比较完整的视频了，希望能对潜在车主们有所帮助。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双订阅懂买买，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